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在这个冬天一定会发生的3件事情，以及神谕卡给到你们的一些指引。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啊。那么第1组牌的话，首先我觉得这个冬天的话抽到了一张星币侍卫啊，所以说这个冬天你们的心会定下来。之前可能你们整个人是非常痛苦且焦虑的，这种痛苦和焦虑的源头就在于你们的得失心太重了，就会导致顾此失彼。而得失心太重也是剥夺你们幸福感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啊。所以说我觉得心定下来的意思就是这个冬天你们会短期看淡得失，从而做一个长期主义者。这张牌也暗示着你们在这个冬天会把自己的能量和时间聚焦到某个事情某个点上面啊。这张牌它有一种在混乱当中聚焦于核心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就是说你们会有一个深度的自我剖析和自我认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找到做某件事情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图，并且找到做一件事情的支点或者说发力点。因为土象牌它本来就有一种踏实肯干的能量在里边，将你们自身有限的资源时间聚焦于高价值的区域，就能够实现一种4两拨千斤的效果啊。我觉得这张牌的话呢，土象牌可能它是需要一些实际行动的，可能还需要你们去付出自身的一些时间啊、精力啊。但是呢，这种吃苦啊，你们要意识到这种吃苦的本质，它是为了长时间为了某个目标而聚焦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你们放弃自身的娱乐生活，放弃无效的社交，放弃无意义的消费，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会那种不被理解的孤独啊。它本质就是一种自控力、自制力、坚持和深度思考的能力。那么回到这张星币一啊，它这张回到这个星币侍卫啊，这张牌在现实层面的意义呢，对应的是在冬天你们可能会得到一笔非常重要的资源或者说金钱啊。因为星币本身它就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感觉啊，可能是你们急需的某样东西、某笔资源、某种款项在这个冬天会出现，而且它出现的时间点会不偏不倚的落在你们最需要它的那个时刻。通过得到这笔资源，完成人生的某种顺利的过渡和衔接啊，人生发展的某种顺利的过渡和衔接，就好像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样。第2张牌是权杖6啊，你们在这个冬天会得到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类似于站在一个舞台上，能够让自己的天赋、能力或者说才华被看到，会有亮出成果、展示自身能力的契机，或者说阴差阳错的来到一个大舞台上啊。这张牌我看到的是，在这个冬天你们会收获到很多意料之外的关注和影响力。这张牌伴随着一种旺盛的表达能力和充沛的表达欲望，似乎你们一直都在暗中默默地准备着什么，类似于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而且呢，我看到你们可能是拥有着某种精妙的思想，或者说某种创作能力。你们是拥有某种才华，但是这种才华它可能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机会去让你们的才华被看到啊。所以说你们可能会想方设法的找到某种契机，去把你们自身的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展示在众人面前啊。你们的这种经验会被平凡所历练，但是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它似乎会产生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时间关口和节点。所以说这张牌它其实我从这张牌感受到的是一种彻底的极致的释放自己的过程，类似于登上一个很重要的舞台，展示你们自身的才华，或者说被贵人看到，让你们有机会站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位置上去施展你们的这种理想和抱负啊。
其实这张牌也是在告诉你们，一定要去积极的表达自己啊，因为这个世界发展的红利都会向表达者倾斜，一定要让自己被看到。适当的表达也可以培养你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成熟的自我认同感啊。这人生的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表达的过程啊。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表达自我，直接或者说间接。那么这种封闭，它就会压制你们自身内在的原始的欲望。所以说，你们要清楚的明白，你们做的一切都是在自我表达，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坦荡的、完整的去展示和表达自己。这个时候，你们的人生才是舒展的，你们的灵魂才会变得完整。第3张牌呢，它是一张充满灵性智慧的牌啊，女祭司。这意味着今年冬天你们可能会有着某种灵性层面的飞升，会意外的发现自己内在的灵性天赋啊，或者说自己内在的某种灵性智慧会被激活、被触发，能够让你们看到未来，提前预知一些事情啊，甚至可能会收到一些灵性层面的传讯，内心当中似乎有某种声音在尝试着和你们交流，会变得更加尊重自己的直觉和感受啊，并且尝试着让这种直觉和感受带领你们开辟出一条人生的新的方向。所以女祭司可能意味的是，在这个冬天你们会意外的发现一条人生未曾设想过的道路和大门会向你们敞开。这个冬天你们可能会有机会去过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啊。而且女祭司呢，它对应的是你们会在这个冬天深度的沉迷在某个领域、某件事情当中啊，它有一点像是那种修行的感觉。就这组牌，可能有人会想要成为一个灵修者，或者说去信仰某种宗教，利用自身的智慧造福一方，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啊！你们会在精神层面上获取到巨大的安全感和价值感。你们会通过女祭司这张牌看到自己人生命运的剧本的走向，觉察到自身的使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啊！你们甚至会发现，你们过去走过的那些路啊，它看似是由无数的偶然和巧合构成的，但是呢，它又会形成一种必然的结果。你们会从一个更高的维度去审视自己过去所经历的那些人事物，并且得到新的体验和感悟啊。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Saturn Return Age， 我觉得这张牌的话，应该对应的是一种缓慢和阻塞。也就是说，这个冬天你们可能不会再着急着去赶路，或者说急于去实现某种目标，因为你们越是急于求成，想要快速的实现某种突破，或者说想要走捷径的时候，这个土星带来的阻力它就会愈发的强烈。而当你们慢下来的时候啊，时间就会帮你们淘汰掉那些不坚定的竞争者，因为这种急于求成而带来的阻力也会自然消散掉。所以说这个冬天反而你们会让自己慢下来啊！要记住一句话：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第2张牌是 Air Element Communicating 啊，这个 Communicating 呢，直接翻译过来是沟通，但是我认为这张牌它更多的想要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流动的能量。这个冬天要让自己流动起来，流动才能够带来繁荣。就好比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能量啊，这种能量它很神奇，只有流动起来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属于你。而让它流动起来的关键就是要运用它。比如说你们拥有某种想法或者说创造力，一定要运用这种创造力去创造出某种作品。你们在运用这种创造力的过程当中，就是让这种能量流动起来的过程。而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你们要让这种人际关系变得活络起来，去联系一些曾经对你们很重要的人。当这种人际关系重新流动起来的时候，你们就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很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或者说机会。这种流动还在于所处环境的一种流动啊，这个冬天有可能你们会去到一个更温暖的地方，更繁荣的地方，来驱散你们内心当中的孤独啊，或者说去做出某种有实际意义的，能够给社会带来价值的工作，比如说鼓励、安抚他人，或者说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某种情绪价值。这个过程呢，看似是给出了能量，但是其实却能够从对方的反馈当中
感受到同样的鼓舞与抚慰。所以说在这个冬天让自身的能量流动起来的时候，它甚至远胜于你们自身含而不发的这种能量。这就是能量的妙处啊！当我们固化它、守住它的时候，它反而会枯萎；但是当我们运用它、挥洒它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真正的拥有它。第3张牌呢是 Part of Fortune Increase 啊，这个冬天可能会出乎你们意料的，就是你们的财运会有所上升，也有可能是和这张牌有关。就是当你们让自己的能量流动起来的时候，你们的财运它就会有一个正向的增长啊！你们可能拥有的财富和金钱，或者说收入，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变化。可能是这个冬天你们会找到某种生财之道，并且持续的利用它给你们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和金钱，或者说物质上面的回馈啊。总而言之，这组牌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冬天呢，你们会真正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不再盲目的去追逐一些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会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热情投入到那些真正能够带给你们意义、价值和幸福感的事情上面，实现自身内在身心灵合一的过程，从而加速显化你们自身的梦想。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那么第2组牌的话，首先这张星币5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冬天你们似乎会体验一种类似于绝处逢生的像过山车一般的体验啊。因为这个星币5的话，首先从牌面上你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你们整个人现在的状态可能是比较低迷的，也许是正在面临着人生的一场巨大的考验啊，它不亚于一场战争，甚至你们可能正处于劣势当中，所以斗志很低迷。你们现在整个人似乎是没有办法全身心的去投入一件事情的，因为你们被另外的一些事情反复的打断，或者说在人生的某个关口犹豫、纠结、反复的徘徊啊。但是呢，我觉得这张牌它是有这样的一把钥匙在角落当中的。这个钥匙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冬天你们可能是能够得到解开某个棘手问题的关键性的道具啊。通过这把钥匙，你们的人生在今年冬天会出现一个新的选择，人生出现新的可能性。这张牌我的感觉就是，可能你们之前做出的一些错误的决定吧，无意识的把自己推入到了一个让你们感到不安且风险和回报都不可控的境地当中啊。但是这个世界其实从来不存在真正让你们感到窒息和绝望的死路啊。其实你们过去也曾经遇到过同样的危机啊，你们以为没有办法跨过的危机和阻碍，但是你们都扛过来了。所以这张牌就是在告诉你们，天无绝人之路啊，永远都不要放弃希望。在今年冬天，你们的气势、你们的气运会有一个触底反弹的这个过程啊。也不要太在意你们的人生现在是处在一个动荡还是稳定的阶段，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斥着偶然和动荡，时不时来捣乱你们的人生。所以在这种偶然和动荡当中啊，在事情之下隐藏的事情啊，可能反而还会暗含着一些机会，能够让你们转危为安，绝处逢生，柳暗花明。第2张牌是愚人牌啊，这张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那些最复杂、最困难的事情，可能会被你们以一种最简单的路径实现。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之前会被卡住，是因为你们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愚人他其实是有一种化繁为简的感觉，就是重新整理你们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重新回归到一种简单和朴素当中，有些问题它就会迎刃而解。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回归到某个问题的根源上面啊。愚人牌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心态上的彻底的变化。之前你们可能一直都在竞争、抢夺资源，生存在一个能量很压抑的环境当中啊，它可能会让你们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极端。所以我觉得这张牌，你们可能是会把这种竞争的形式转化为合作，类似于是那种化敌为友的感觉，把一个曾经的敌人变成你们的朋友，然后去把之前和你们对抗的这种能量转化为你们所用的感觉啊。
这个愚人的话呢，我觉得他也是，只要你们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你们所处的环境其实就会有一个改变。境随心转，你们的心是怎样的，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怎样的。所以说愚人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冬天你们也会有意识的卸下自己身上的负担啊，因为你们之前的责任感太重，总是感觉时间来不及，总是要亲力亲为，总是安排的太满。但是太满反而就会亏损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还有思考的空间。所以说这个冬天，我觉得你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给自己的人生有一个省略、留白，还有停顿。在这个停顿的空间啊，在这个停顿的空间当中，它是时间的关节，它是美和创造力滋生的空间，让你们自身得以思考并从中觉醒啊。我觉得这个愚人的话，我觉得它是一种思维层面在这个冬天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要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类似于谈恋爱里边打直球的这种方式，你喜欢谁就表达对谁的好感，不要藏着掖着，要相信真诚会得到回应啊。最重要的是，这种直接解决问题的方式啊，看似是最简单粗暴的，但是其实它是不会有精神内耗的，就算失败对你们也不会有损失，但是一旦成功，它的收益将会是巨大的。第三张牌是权杖一啊，这张牌的话，这个冬天其实我感觉它并不寒冷，它似乎有某种能量正在复苏啊，你们的欲望和想法重新开始奔腾的感觉，就是你们内心当中有着某种强烈的渴望啊，内心当中有一团火在燃烧一样。所以说，可能是某件事情、某个人重新燃起了你们对于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啊。这个冬天的话，可能有一个人会来找到你们，他会走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人的出现意味的是一种全新的关系将会被建立，可能会受到某个人的邀请啊。之前你们一直在某种浑浑噩噩的状态里边生活了好久啊，你们被一种不知道自己该去往何处的一种巨大的迷茫所包裹，但是你们内心当中燃起的这团火焰，我觉得可能是有某个人带给你们的启发，他的出现似乎是能够为你们的人生指明一个新的方向啊。这张权杖一，它也是涌入了新的能量，能够让你们起死回生的感觉，类似于得到了某个贵人的指点、鼓励和支持，或者说得到了某个你们期待已久的好消息，点燃了你们自身的行动力。当然，这种复苏呢，这种复苏也可能是一种经济的复苏啊，你们的财运啊、财务状况会变好，身体健康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之前可能是想做一些事情，但是身体上有阻碍，所以说有心无力。但是这张牌我的感觉就是这种复苏是全方位的，包括你们的身心灵、精气神都会得到一个全面的回暖啊。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Individuality 啊，神谕卡给到你们的一个指引呢，就是这组牌啊，你们的发展趋势就是正在开始变得独立。这个冬天可能会彻底意义上的完成某种独立、个体化，不再依附于某个人、某个组织、某个集体，而是可以独当一面，自己解决问题，自己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个冬天你们会萌生一种独立的意识和想法，可能还会伴随着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空间，搬出来自己住，或者说成立一个自己的个人工作室，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类似的操作。会有一些断舍离和清理吧。这张牌呢，我觉得，因为它 individuality 它是一种独立嘛，所以说这个冬天也有可能会谈一场非常独立的恋爱，两个人可能彼此天各一方，互相独立，但是呢，这种羁绊或者说联系，它可能是精神层面上的，两个人彼此互相鼓励、互相指引、互相成全，但是却不依附于对方啊。在这种互动的过程当中，你们两个人都会成为更好的彼此啊，会有一种非常特殊且奇妙的缘分和关系在这个冬天出现。这组牌我有一种隐约的感觉吧，就是你们一路走来可能会很坎坷，一波三折，但是实际上你们正在慢慢的一点点的向你们想成为的那个人靠近，只不过这个过程会非常缓慢，它有一点像是那种种子在破土发芽之前，你们是看不到它的成长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必须持续的去努力。当你们选择成为你们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的时候啊，他不是一瞬间成为那个人，也不是一劳永逸成为那个人，
而是一次又一次，一刻又一刻去成为那个想成为的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第3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吊人啊，我觉得这个冬天你们似乎是会完成某些不可思议的高难度的事情、目标或者说挑战。这个吊人牌就是你们会在重重的阻力和危机当中啊，找到那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个吊人其实就是危机重重，但是实际上你们是能够顶住压力，做出那个最正确的决定和行动的。所以说这个吊人牌，我认为在今年冬天，你们在某件事情上面会拿到一个巨大的结果。这张牌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为了这件事情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是有一种在孤独当中战斗了很久的感觉。但是呢，这个吊人你可以看到曙光已经出现了，所以说这张牌暗示着这个冬天会有某个很重要的目标或者说里程碑会被达成啊。第2张牌星币骑士啊，一个土象特质的贵人，摩羯、金牛或者说处女。这个冬天你们有可能是会受到这个贵人的影响，打算追随他的脚步。你们会意识到自己当前走的这条路，它可能并不是长久之计啊，它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啊。你们可能会因为这个人想要摆脱当前的环境，摆脱当前的身份，这个人的出现可能会给你们带来某种触动，然后下定决心想要离开这个环境。所以有的人可能会在这个冬天辞职，会有辞职的想法，摆脱身上的某种枷锁和镣铐。而且这张星币骑士他身后的这些星币，我觉得是你们能够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说他曾经走过的那条路被证实是可行的。你们会看到这种人生的可能性，通过这个人看到自己的未来，从而得到了某种指引和启发。所以说这张牌对应的是你们在这个冬天可能会要决定加入到一个新的组织集团，或者说新兴的领域当中啊，可能是通过看到了某个人成功的方式，找到了某种可以继承和复制的东西，打破你们自身的信息茧房，从而看到一个更大更广阔的世界，会被某个人所带领，而且你们会坚定地选择一条新的道路啊。今年冬天可能会因为星币本身它就是有一种死磕的感觉啊，死磕一门技术一个领域，通过不断的迭代和强化，实现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大幅的飞跃。这个星币骑士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指引的就是你们似乎是会发现某件事情其中的规律和诀窍，从而总结找到某种对你们有利的信息，利用这种规律，从而得到一个发展的契机，或者说从中得到某种财富的回馈，物质的回馈啊。星币本身呢，它还有一种对自身的反思啊，就是今年冬天你们可能会有一个彻底的完整的复盘，通过复盘来找到自己过去在一些事情方法上面的漏洞和缺陷，并且通过复盘你们可以找到自己真正擅长的优势和天赋啊。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并不是来自于年龄，甚至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对于经验的总结、反思和升华的能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土象牌的话，无论是外部的这种贵人的指引，还是你们内在的自我反思，都会让你们实现一种巨大的飞跃和成长啊。这个冬天其实对你们来说并不寒冷，甚至在很多年以后，你们回想起这个2023年的冬天，你们反而还会觉得很温暖。第3张牌是 Temperance 节制啊，节制牌我觉得对应的是今年冬天可能你们要同时去做2件不同的事情啊，有一种一心二用的感觉，可能是身兼多职啊，一个人负责2个项目，一边做主业一边做副业的感觉，可能同时做的2件事情它也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协同和联动作用。比如说你们在发展事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就是感情线会被你们事业线的波动所影响，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桃花。它是类似于2件不同的独立的事情会有某种联系。那么
这张牌的话呢，因为两颗星币的话，有一种一阴一阳的感觉啊，可能也是双喜临门，好事成双，就是一件好事接着另一件好事。比如说一个考试通过了，那么另一个考试大概率也能够拿到通行证，或者说一个比较靠前的名次啊。这组牌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个冬天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是蜷缩的一种状态，但是反而是你们大展身手、弯道超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啊！这个冬天对你们来说其实一点都不寒冷啊！这组牌有一种高歌猛进的感觉，有一种脱颖而出的感觉啊！而且星币二的话，你们的身上可能缠绕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能量，它在互相的冲撞和博弈。这种博弈或者说冲撞呢，可能会促使你们去做出一个决定和改变啊，甚至在这个冬天，你们可能会去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啊，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Solution 啊 ，Solution 代表的是某个问题会有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你们在无意识当中可能已经拥有了某种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一眼指出问题，看到其本质所在，只不过你们现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 Solution 也暗示着这个冬天来到，这个冬天可能有着某种悬而未决的事情，某种纠纷，某种关系，某种纠缠，它会在这个冬天得到一个彻底的妥善的解决啊。这张牌其实也对应的是你们所经历的一系列的爆发性的、突发性的、爆炸性的事件，它会在这个冬天对你们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逐渐的消退，它最终会消失在你们的生命和事业当中，并且成为你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滋养你们成长的一种养料。也就是说，无论你们正在经历怎样的困境，这些困境它总会过去，你们也迟早会拥有新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组牌它给你们的一个提示就是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很多问题它都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在时间的流逝和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就会解决掉啊。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顺其自然吧。很多问题有的时候不是被我们所解决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我们自身的成长，问题本身已经不再是问题了。这才是回首看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真正含义。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